在最该奋斗的年纪，你是选择全力追梦，还是满足于安稳平凡的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励志职场甜剧《恋爱随书附赠》。剧中讲述一个原本追求朝九晚五稳定生活的平凡女主，意外闯入了日本最具野心的时尚杂志社，面临史上最可怕的女魔头上司严厉考验，看她如何在时尚界力挽狂澜，打造属于自己的天地。女主铃木是个简单平凡的女孩，从小听妈妈说稳重才是最佳生活，长大后她变得淡定又自在，但她也有自己的梦想，想和青梅竹马小健在东京共事，并梦想着成为他的妻子。为了这一目标，铃木一个人去东京的英语堂出版社应聘。面试前2个小时，他在公园里消磨时光。他发现一个盯着长椅发呆的奇男阿任。铃木只想着接下来的面试，他没多想就坐了下来。突然阿任猛地冲过来拉他，铃木和阿任摔成一团后才意识到裙子已经沾了刚刷的油漆。场景一变，得知铃木的面试，阿任轻挑适合的套装给他，还主动想付账。铃木不愿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硬着头皮花了22万日元买了这套衣服。但出版社并没因这套昂贵衣服雇佣铃木。铃木正因落选而沮丧之际，突然收到英语堂出版社时尚编辑部的工作电话，得知他们想招个文员。只想过稳定日子的铃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正式上班第1天，铃木在编辑部大楼迷路了，幸好遇到了好心的大叔告诉他怎么走。铃木没意识到这位大叔实际上是英语堂的副总指导。他终于找到时尚编辑部，却发现这里的气氛和他预期的大相径庭，还不清楚自己具体的工作内容，直接被派去高级餐厅迎接一个 VIP 客人。在这家高级餐厅，铃木遇到了一个高挑性感的美女。这位美女对铃木的态度很不友好，不假思索地把一大堆行李扔给了他。铃木艰难返回编辑部，才知道这位美女原来是从巴黎高薪挖来的时尚大佬栗子，也是自己的直属上司。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栗子一开口就颇有威严。他坚称我们的杂志半年内必须成为行业佼佼者，我是不会留用无能之人的。栗子的强势让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只有迷糊的铃木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缠着栗子问了好些蠢问题。这时半田同事赶忙把铃木拉过去，嘱咐他多做少说，绝不能给栗子找麻烦。接下来的几天工作里，笨拙的铃木老是出岔子，让完美主义者栗子非常烦恼。那天下午，铃木才发现自己辛苦搬回的衣服并非拍摄所需之服，而是栗子的私人衣物。这让铃木感觉自己像个无足轻重的仆人，对工作的热情一下子全无。第2天早晨，铃木给栗子送咖啡时，被同事梁太叫去帮忙。他对时尚用语一窍不通，不但没帮上忙，反而给梁太添了不少麻烦。拍摄完毕，铃木诚恳地向梁太道歉。心软的梁太给了他一本时尚用语词典，他得好好学习，多看看书。发现梁太把词典标记得满满当当，铃木不由得对他的努力心生佩服。梁太淡淡地说，除了你，这里每个人都在拼命。铃木还在琢磨这话的意思，突然被栗子一个急电话打断。等铃木买完栗子急需的点心，排完长队，时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就在那时，疲惫的铃木难得接到小健的电话，邀请他周末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听到这消息，铃木立刻想起小健之前询问过他喜欢的戒指款式，他估计小健可能会在派对上向他求婚，兴奋地跳了起来。正巧被同事小姚看到了这一幕，两人便约着去附近的餐馆喝酒聊天。在聊天中，小姚知道了铃木并没有什么大梦想，便忍不住诚恳地提醒他一番，没有明确目标，你在时尚编辑部难立足。此时铃木有些迟疑，他总是以平凡的生活为志，但内心经常质疑，没有梦想的人生真的好吗？转眼周末到了，铃木带着蛋糕兴奋地参加派对，却被小健告知他将与老板女儿沙里订婚。铃木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小健心中只是儿时玩伴，心碎又尴尬的铃木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了派对。正当此时，他接到栗子发来的短信，让他马上去特定地点帮忙叫车。铃木匆忙赶到那里，却看到栗子正在和一个帅哥约会。这一幕让铃木长久的不满终于爆发，他气愤地对栗子吼道，我可以为编辑部跑跑腿，但我不是你的佣人，我也是人，我只想找份普通工作。听到这话，女王栗子忍不住冷笑回应，你连跑腿都做不好，没有毅力和干劲，根本没资格说自己普通。说完，栗子骄傲地走了，留下受伤的铃木孤单难受。铃木自己带着蛋糕去了公园，坐在刻有他记忆的长椅上。这时他又遇到了那位神奇的男生阿润。阿润是个好倾听者，笑眯眯地听完铃木的烦恼，还热情地拉他去兜风。两人一路疾驰，直到傍晚抵达隔壁城镇的海边。望着辽阔的大海和开心的阿润，
铃木的忧愁全都消散了，留下的只有自由和畅快。在这么轻松的氛围里，铃木忍不住吐露了心事：我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梦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人。阿润认真地对铃木说：我不认为人一定得有梦想，如果过分迷恋梦想，可能就会被梦想限制。像你这样也不错。这时铃木突然接了小姚的电话，一向认真的小姚第一次在工作上犯错，将要拍摄的玫瑰花墙错当成了送人的花束。眼看明天早晨就要开拍，他准备的玫瑰数量远远不够。小姚伤心地对铃木说：我肯定会被炒鱿鱼的。铃木不想坐视不管，看小姚辛苦追梦却破灭，便求阿润带着他奔赴所有还营业的花店，但终究只弄到几束玫瑰。铃木回到编辑部时，看到所有同事也都尽力带来了玫瑰，但数量还是不够拍摄用。看到小姚自责，铃木忍不住出面承担了责任，但他没像其他同事那样直接放弃，反而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决定带着模特和摄影师去玫瑰园拍摄。第二天一早，当铃木和梁太向原主申请使用场地时，却被冷酷地拒绝了。正当一切希望似乎都要消逝时，平时高傲的栗子竟然当场向原主跪下。栗子很惊讶地对原主说：您能让玫瑰在寒冷的冬天盛开，真是太厉害了。您的玫瑰肯定能给我们杂志增添魅力，给全球每个有梦想的女孩注入力量。栗子的真诚感动了原主，最终同意了拍摄的请求。在拍摄期间，铃木又见到了那位疑似栗子男友的帅哥，发现他是著名的染织艺术家，也是这次封面设计师。铃木终于明白，栗子从未真的利用过他，他的每一次出游，每一次见面，都是为了杂志更好的发展。几天后，铃木一看到封面照片，心中涌起强烈的感动。争吵后，他曾考虑过辞职离开，但现在他决定留下，再次体验那份感动。铃木忍不住在工作中对栗子说出这些感受。我原本很受他的演讲鼓舞，没想到栗子却冷笑说，那些话只是为了挣钱，这次的封面至少能给我们编辑部带来5000万日元利润，如果你能搞个5000万的项目，我都愿意向你下跪。这一幕让栗子实际行动狠狠教训了铃木，残酷的时尚界没有感人的梦想，只剩名利双收。这天下班后，铃木找到阿润，感激他之前的帮忙。阿润请铃木装作女友，帮他躲避家里安排的相亲。恩人求助，铃木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当铃木以女友身份见到阿润姐姐，他的热情顿时减半。阿润的姐姐竟是恶女栗子。铃木帮蓝颜知己阿润扮演女友，以应对家中的相亲安排。单纯的铃木原以为这是一件轻松活儿，没料到阿润的亲姐姐竟然是自己的恐怖女上司栗子。面对栗子严苛的目光，铃木真想找个洞钻进去。阿润天生不擅长察言观色，还老是在栗子面前夸铃木勤快，铃木吓得立刻跪下求饶。这时阿润才意识到铃木是姐姐的下属，尽管两人早已为假恋人角色设定详尽人设，但铃木真心没底能否瞒过栗子的火眼金睛。因为阿润这个天然呆总爱说错话，逼得铃木得不停替他圆场。最麻烦的是，当阿润提起上次去海边散心的事时，一不小心提到小健，为免牵扯无辜成为审问的证人，铃木不得不谎称是剑玉大赛冠军，人称小健。这次审问室的对话后，铃木累得精疲力尽，但听说有名的摄影师阿润没找漂亮模特装女友，而选了他，心里的小鹿乱撞，兴奋不已。此刻的铃木哪里想到了，他随口的那个谎言后来竟然带来这么多麻烦。第二天一早，编辑部的员工正在开会讨论杂志内容。梁太建议请著名漫画家右京打造一个结合漫画和时尚的专栏。栗子对此非常赞同，马上查了右京的信息，发现右京特别喜欢玩剑玉。栗子就让半田一起跟自称剑玉王者的铃木去洽谈合作。不懂剑玉的铃木马上找借口不愿意去，但栗子冷笑后说，如果你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父母，如果做不到就收拾行李走人。铃木知道栗子的话在编辑部的分量，只好勉强答应。那晚铃木和阿润一起练习剑玉，他们观看网上真正的剑玉冠军的精彩表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当时铃木觉得特别绝望，他只想让阿润把他的手砸断，这样就能避免在右京老师面前表演剑玉。但在阿润的鼓励下，铃木坚持整晚练习剑玉，练到手都红肿。阿润体贴地帮他冰敷和擦药，铃木不由自主地幻想两人好像真的是情侣一样。然而粗心大意的他没注意到，阿润房间里还挂着另一个女孩的照片。镜头一转，阿润突然温柔地亲吻铃木的唇，铃木被亲得头昏眼花，一翻身就从沙发上摔下来。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吻只是梦中情景。当他完全从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快迟到了。他匆匆买了咖啡给栗子赶去上班。
半田拉着我一起去找右京老师探讨合作事宜。一到地方，他就积极给右京介绍铃木，他是个传说中的剑玉大师。右京对铃木的技艺很感兴趣，还特地送他一支自己收藏的剑玉。在右京和半田期待的眼神中，铃木不得不尝试了一下，不出所料，失败了。结果事情全搞砸了。半田和铃木灰头土脸地回到编辑部，半田和栗子都对铃木虚张声势非常不满，要招新的主编助理了。晚上，铃木忍不住向阿润抱怨自己的倒霉，他认为一个小助理不该负这种责任，一定是栗子滥用职权找他的麻烦。听阿润抱怨自己姐姐，阿润不禁苦笑。紧接着，铃木问阿润为何让自己扮演他的女友，阿润随口回答说，因为这类事不能找真正想谈恋爱的女生啊。阿润的话直接粉碎了铃木已经遍体鳞伤的自尊，原来在他眼里，自己只不过是个永远不会有交集的陌生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铃木忍不住回忆起这几天和阿润的所有小事，他再次深切感受到自己是个无可救药又自作多情的女人。就在这时，栗子发消息让铃木帮忙跑腿，铃木忍不了，冲进办公室对栗子大吼，右京的问题你也有责任，你是主管，不应该让我这小助理去谈事情。栗子回应说，如果铃木一开始没撒谎，就不会受到谎言的报应。他还说他很看不起铃木这种人，一遇到难题就打着普通人的幌子逃避努力，逃避面对自己犯的错。离开栗子办公室，铃木神情恍惚，见到同事们为他的失误加班，心中充满歉意。这次他决定面对问题，尽力去做些什么。几天后，铃木又来看右京了，继续在他面前玩剑玉，虽然手法还挺笨拙的，但也能玩出几个技巧性动作了。这时细心的右京发现铃木的手上布满练习留下的疤痕，原来这几天铃木一直夜以继日地练习剑玉，还挤出时间读了右京的漫画。他真诚地告诉右京，看了您的漫画后，我被里面的角色深深打动，我已经变成您的粉丝了，因此我想为之前撒谎的事向您道歉。右京只是微笑着看着铃木，没说什么。画面切换，铃木郑重地对阿润说，我们别再假装是情侣了，骗人是不好的，只是在逃避问题。看到铃木那认真的脸，心里突然感觉空落。他依然笑着跟铃木挥手道别，两人假装恋人的关系终于结束了。紧接着，铃木去了栗子的办公室，向他透露自己和阿润分手了。没想到平时冷淡的栗子竟然笑着对铃木表示祝贺，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宴会。就在几分钟前，被铃木打动的右京答应画杂志插图，这也让铃木免于被解雇。两人一起去了宴会现场，铃木看着周围的帅哥美女时尚达人，觉得自己像丑小鸭误闯天鹅群，只得紧跟在栗子后面，不敢随便行动。幸亏友好的副社长石岛和铃木聊天，缓和了他的紧张感。宴会一开始，栗子当众把剑玉递给铃木，让他展示几个动作。被赶鸭子上架的铃木只好硬着头皮表演了几种技巧，但最后一招却闹了个大乌龙，周围立刻响起嘘声一片。铃木羞得满面通红，以为是栗子故意整他，狼狈地逃离了派对。第二天，半田拿着右京的插画来到办公室，铃木吃惊地发现，插画中的主人公竟然戴着卡地亚表，而派对上戴卡地亚表的唯有部长。后来铃木和石岛聊天才明白，栗子并没有故意让他出糗，他是用剑玉吸引那位营销部长的注意的。这位部长可是右京的铁杆迷，立马就注意到铃木剑玉上画着右京亲手创作的漫画角色。这样一来，他主动同栗子建立了合作关系。不止这些，铃木离开后，栗子在大家面前还夸赞了他的付出。接着石岛调皮地对铃木说，这次合作的成功你也功不可没，偶尔当个不寻常的人感觉还挺好的。听完石岛的话后，铃木对栗子更加佩服了，他总能高效策划，完全控制了客户和下属。这时栗子走进办公大楼，他微笑着对铃木说，你的剑玉为公司赢得了6000万日元的广告费，看来再没用的道具也有用武之地。铃木受到鼓舞，向栗子那飒爽的背影大声喊道，我一定得更努力，变成你说的那种普通人。那个下午，铃木在街上搬道具，不小心把水果弄掉了，好久不见的阿润看见了，赶紧帮忙。这是他们假扮成情侣后首次谈话，铃木感到挺尴尬，但阿润很平静地说，他不希望就这样失去和铃木的联系，因为觉得铃木是个非常认真的好女孩。阿润送铃木到拍摄地点，突然紧抓他的手问道，你喜欢我吗？这么简单一句话，却像是在铃木心里扔了一颗炸弹。铃木意识到自己单恋，便主动结束了与阿润的假恋人关系。阿润直接向他提问，你喜欢我吗？此时铃木被问得蒙圈，正犹豫该如何回答。阿润澄清他说的喜欢只是朋友意义上的，
铃木还没开口，阿任就把自己的摄影展票送给了他，叮嘱他有空一定来看展。第二天早晨，铃木到了办公室，看见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梁太看上去很轻松。原来离杂志截稿只剩1周，只有梁太完成了他的部分。这是因为梁太负责的是采访知名柔道选手兼模特光熙，而他恰好是光熙的超级粉丝，对这次采访充满信心。他自信满满的说，发售当天6冠王光熙会大张旗鼓的复出，肯定能让杂志走红。但在最后一次编辑会上，栗子决定把光熙的页面换成女经济学家佐和子的，因为他觉得光熙还没完全恢复，这样的状态复不了赛，也带不了名利和流量给杂志。编辑部顿时一片混乱，截稿日期快到了，现在换访谈对象等于白忙活。开完会，大家聚一起诉苦栗子的跋扈和不讲理。大家抱怨完突然吓一跳，发现栗子冷冷地盯着他们。这时梁太站出来喊，我们受够你这种我行我素了，以后这编辑部要么有你要么有我们。面对梁太的怒气，栗子不屑一笑，根本不把他的威胁当回事。第二天一早，他邀请佐和子一起去跑步，铃木作为送水的小妹急促地跟在2个人后面。在慢跑时，佐和子笑嘻嘻地对栗子说，宝来家的产业在不断扩展，您父亲肯定很需要您的帮手吧。听到这话，栗子不由自主地苦笑了一下。同时，阿任在自己的摄影展上招待一位客人，客人口头上对阿任的照片连连称赞，其实是想借阿任的关系接近宝来集团。看起来这对看似成功的兄妹，实则都被家族的阴影笼罩。下班时，铃木在公司旁边遇到了阿任，但他已决心要和阿任保持一定距离，冷冷地躲开了他。阿任没等到铃木，只好请刚好经过的梁太帮忙传递一张写着备注的纸条。第二天，铃木到公司时看见编辑部只剩半田和小瑶，其他同事都因不满栗子罢工了。栗子见状，只冷笑说要招新的编辑，铃木他们根本没法完成剩下的工作，只能打电话请同事帮忙。往常工作之上的同事们显得特别固执，非要让栗子先低头道歉，他们才愿意回来工作。因为栗子跟同事们谁都不让步，小瑶肩上的压力一下子就增大了，累得她几乎要站不住了。别无选择，铃木只得再次请求同事支援，结果还得参加一个联谊活动，而且阿任也是联谊的一员。联谊时候，铃木故作不熟悉阿任，只能眼看着同事向阿任这只小奶狗放电。阿任对自己的可爱毫无察觉，热情地分发摄影展门票。铃木心里难免有点酸，果然在他心中我不是最特别的，不想再看同事和阿任眉来眼去。联谊一结束，赶紧跑了。他心不在焉，不小心撞上了对撒野的情侣，差点遭难的泼水示众。幸亏阿任及时出现，拉他一起逃掉了。安全后，阿任坚持送铃木回家，还要求重新获取他之前删掉的联系方式。铃木心里有点别扭，找了个理由和阿任告别。后来铃木在工作时发现，半田请了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来做新编辑，这老头对时尚一窍不通，比自己还没用。铃木午后替栗子跑腿时，恰好在咖啡馆见到梁太，他劝梁太回编辑部工作。梁太严肃地说，我刚当编辑就开始跟进光熙的采访，投入了那么多努力，却被那位女士轻易否定，我无法原谅她。铃木明白劝不动梁太，无力地叹了口气。栗子在忙碌中抽空参观了阿任的摄影展，兄妹俩难得聚在一起聊天。栗子对阿任说，他早就知道铃木和阿任是假装的情侣，还知道阿任找了假女友，只是为了给他一个理由，回家探望已久未见的父亲。然后他无奈地说，我回不回家都行，因为只有儿子能继承集团。看到总比自己强的姐姐这么说，一向爱开玩笑的阿任突然沉默了。画面切换，铃木试图说服栗子撤销更换采访的决定，认真地对栗子说，如果一定要换采访人，得给个合理的理由，否则同事们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栗子觉得梁太的粉丝看事太片面，只顾自己感动，未意识到残酷的现实。栗子离开后，铃木心里不停地回味他的话语，他最清楚栗子的工作水平，确信栗子的每个选择都有其深思熟虑的理由。为了搞清楚栗子话中的真意，铃木查阅了梁太整理的资料，发现光熙的父亲曾是柔道世界锦标赛7连冠，光熙此次复出正是为了追随父亲的步伐。然后他想到了光熙尽管伤未愈却执意要参赛的举动，突然明白了栗子真正的意图。于是铃木找到了梁太，把他拉到光熙家去。光熙虽然知道自己会被换掉，但还是热情接待了他们。原来栗子之前就已经找过光熙道歉了，还告诉他为什么要换他。栗子清楚光熙像他父亲一样，对赢得世锦赛7连冠充满执着，这种执着使他不顾伤病坚持比赛。如果光熙上了杂志的采访，
粉丝肯定会对他寄予厚望。在爸爸和粉丝的压力下，固执的光熙可能会逼得自己太紧，最终毁掉自己的运动生涯。栗子希望他的杂志能启发人们的梦想，而不是破坏他们。回忆结束，铃木把原来的废稿一页页摊在光熙面前。光熙翻看着照片里眉目生辉的自己，不由得笑了起来。光熙正式地告诉铃木和梁太，我决定放弃7连冠梦想，专心养伤，继续自己的运动生涯。这件事之后，梁太开始重新看待铃木，他终于明白了，栗子不是他想的那样的恶魔，实际上是个真心为杂志和读者着想的好主编。梁太这时想起了阿润之前让他给铃木的纸条，铃木看着阿润的漂亮字迹，不禁陷入了深思。明天摄影展就要结束了，他究竟要不要去呢？转眼已经是截稿的前一天，小姚和铃木忙得焦头烂额。这时梁太突然出现，主动承担起了采访佐和子的任务。其他原本罢工的编辑也都陆续回到岗位，他们表示虽然在家，但其实也没闲着，工作进度一点没耽误。原本绝望的局面突然焕发出了希望，同事们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完成了所有内容的编排和校对。初稿提交后，栗子迅速审校完毕，没有对编辑们吹毛求疵，编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忍不住欢呼起来。平时高傲的栗子也罕见地向编辑们道了声辛苦，让大家都吃了一惊。栗子离开公司，和石岛去了家小而简陋的烧烤店，庆祝杂志的顺利出版。这个平时高高在上的栗子，在石岛面前竟露出娇羞的一面。看来这位女强人遇到爱情也会软化。铃木赶到阿润的摄影展，时间已经快结束了，现场除了他外没别人了。他惊喜地看到那张带有自己印记的长椅竟然成了阿润的摄影作品的一部分。阿润此时刚刚结束拍摄，刚听说铃木离开展览馆，不顾一切追出去，最终在天桥上追上铃木。他很开心铃木能来参观摄影展，顺便问了铃木的感受。铃木笑着回答，你的作品和你一样很有个性。听后阿润开怀大笑，一直以来那些想讨好他的人总是说他的作品多么深刻，其实他只是在拍那些奇特有趣的场景，只有真诚的铃木能看出这一点。这时阿润情不自禁的在铃木的额头印下轻轻一吻。阿润终于发现只有真诚的铃木最懂自己，情不自禁在铃木额头轻轻一吻。这一吻之后，吓得铃木急忙落荒而逃。回家以后，铃木回忆起那个吻，害怕自己再陷入阿润的柔情攻势，不停告诉自己那吻只是对方的一种打招呼方式。转眼间杂志发行日到了，铃木急匆匆跑进书店，抢到了刚刚出炉的杂志，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铃木顿感自豪。这时他模仿杂志模特摆姿势，结果却搞成笑柄，于是他体内沉睡的时尚灵魂苏醒。第二天，铃木打扮得光鲜亮丽，满怀自信地去了公司。同事们看着他那奇葩的搭配都目瞪口呆。栗子直接吐槽这就像拿猪鼻子装大象，然后批评他擅自更改了客户的甜品。听到铃木的解释后，栗子根本不买账。同事们见这情形，邀请铃木参加时尚派对，借此舒缓心情，同时也增进自己的时尚感。铃木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满心期待派对的举行。派对上铃木乐得合不拢嘴。在一次聚会上，他遇见了老友小健。小健对打扮得漂亮的铃木一见钟情，希望铃木愿意做他的小三。说完后，他拉着铃木朝门外走去。这时同样在宴会中的阿润用男朋友的身份制止了小健的不检点，带着铃木一起离开。他们来到了天台，开始聊起那晚的吻。为了不再心动不已，铃木不等阿润解释那个吻，便大声提醒阿润和自己保持距离。阿润望着冲口而出后就跑的铃木，顿感迷惑和失落。铃木回到派对，见大家都围着时尚界的和服女王人姐，有点好奇对方的背景。这时气场全开的栗子热情向人姐问好，请她来指导新一期杂志的拍摄工作。现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栗子为提高杂志知名度的推广手段。唯有铃木担心提前透露内容会减少杂志的神秘感，请大家保守秘密。栗子看着慌慌张张的铃木，仅用一个安静的手势便让他平静下来。第二天，铃木给人姐送甜点时，见到人姐和蔼地征求下属意见，不禁对她生出敬慕之情。之后人姐想要铃木陪她到处转转，铃木高兴地答应了。走在路上，人姐直截了当地说她和石岛离婚已经15年了，希望铃木帮忙安排和石岛见面。看到铃木办事麻利，人姐邀请他参与这次的拍摄计划。铃木听了特别兴奋。回到杂志社，铃木对石岛确认了和人姐见面的时间。石岛暗恋者栗子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吃醋失了礼。紧跟着栗子听说铃木很欣赏人姐的工作方式，打算暂搁手头的活帮助人姐完成拍摄，心里很不是滋味。
嫉妒地说铃木不如去当任姐的助理。铃木知道栗子不会真的跟客户作对，便心安理得地加盟任姐的队伍。工作中，铃木得知平易近人的任姐竟频繁更换助理，不禁感到意外，明白当助理难如履薄冰。尽管如此，阿香还是真心表示自己永远支持任姐。铃木看了，满脸都是佩服。第二天，小瑶邀请铃木周末去露营，还巧妙地让铃木把梁太也叫上。铃木察觉出小瑶对梁太有意思，立马化身红娘，主动摆起了媒人的架子。周末一转眼就到了，铃木完全没想到阿润也加入了我们的露营。大家抵达营地后，小瑶假装忘记了给自备烧烤食材的事，让铃木和阿润跑一趟超市，自己则和梁太在营地整理。铃木一心想着那晚的吻，以及阿润说自己是她男友的事，心里有话却不知怎么开口。紧接着，阿润提出想和铃木独自看星星。之前还犹豫的铃木突然精神了起来，把所有担忧都丢开。烧烤活动一开始，梁太看着铃木和阿润的亲密无间，心里有点吃醋，故意打听铃木在任姐那儿的工作情况，想要打断他们的谈天。而铃木在赞美任姐时，还顺带说栗子冷淡。小瑶却觉得栗子是个善解人意的好编辑。铃木因为一句话就更改了送客户的甜点，被栗子赞赏，铃木激动的笑得合不拢嘴。洗碗的时候，铃木惊喜地发现阿润总是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可能是因为他之前警告过他不要太近。他没想到自己随口的警告，阿润竟然那么当真，觉得这既有趣又令人感动。他正式接受了阿润关心的邀请。此后，铃木接了阿香的电话，了解到明天的拍摄缺一条腰带，决定马上回去处理这个问题，把和阿润的约会改到下周二了。场景一转，铃木遇到阿香后，听说他想选新腰带给任姐看看，为免破坏任姐心情，铃木不再做助理，并把任姐和石岛的约会透露给了阿香。已离婚15年的任姐和石岛像故友一样亲密的聊天，任姐希望石岛能好好珍惜栗子。石岛觉得栗子不愿搭理他这糟老头，任姐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露出一丝深意的笑。第二天拍摄时，任姐发现助理临时换了条简单的腰带，大发脾气，她威胁说要开除他。见到平时温和的任姐突然变得这么专横，铃木不禁解释说，阿香这样做是不想打扰您休息，您至少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再决定。连冷漠的栗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你怎么会不明白呢？这话彻底惹怒了任姐，批评栗子只顾赚钱，不懂管理助理，真是糟糕。就在铃木替栗子辩护的时候，栗子很酷地出现了，接管了接下来的拍摄工作。然后栗子用任姐当初教的方法，给简单的腰带增添了几分魅力，同时告诉任姐，虽然这些年任姐的设计奢华无比，但还是她当年那些创新想法最令人心动。旁边的阿香也加了把力，坦言10年前正是这个作品让她踏入这行，此次选这个腰带，也希望任姐能再现当年辉煌，打造出更加完美的作品。这话触动了任姐，她开始反省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并低头向尽心尽力的阿香道了歉，同时夸她是最佳助手。说完，任姐带着初心请求栗子让她来拍，最后创作出了一幅绝妙的作品。拍摄完毕后，任姐感谢了栗子，多亏栗子的帮忙，让她在迷茫中找回创作的感觉。临走时，任姐帮了心直口快的栗子一个忙，叮嘱她好好看护石岛。这时候，一段回忆浮现，栗子原来10年前就喜欢上石岛了。另一边的铃木望着阴沉的天空，担心今晚不能和阿润一起赏星，正想联系他改天，才记起删了阿润的电话。铃木试图通过阿润的同事拿电话，却啥也没问出来，反倒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阿润在国外有个难忘的青梅竹马。临近下班，天开始下雨了，铃木知道阿润已经有心上人，就不再坚持一起看星星的约定。回家后，他始终忘不了与阿润的时光，决定去约会地点看一眼。正当铃木打算放弃时，却看到阿润一直在雨中等他。铃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忍不住吻了阿润。阿润也温柔地回吻了他。短发女孩一下飞机，就给阿润留了言。他说，我是李旭，我回来了。他会如何影响铃木和阿润的恋情呢？经过那场雨中之吻，阿润和铃木的关系突飞猛进。此时，铃木望着熟睡的阿润，心里甜过喝蜜水。他也开始积极自我提升。阿润曾有一个挂念的青梅竹马，但只要他现在心属自己，这就够了。第二天，刚谈恋爱的铃木已在脑海中画出和阿润婚礼的场景，想到结婚还需得到冷面上司栗子同意，他顿时从幻想中醒来。这时，铃木听闻栗子和半田对小瑶的工作颇为赞赏，决心跟小瑶学习，做一个出色的打工仔，努力在嫁给阿润前得到栗子的赞同，立刻行动。
他主动承担了做内部刊物和采访小提琴家李旭的任务。紧接着，在给李旭送正式采访用衣服的当天，恰巧在酒店咖啡厅碰到等待梁太的李旭，他忙不迭地上前问好，告诉他由于交通阻塞，负责人梁太会晚点到。既然梁太要晚一会到达，李旭干脆邀请铃木一起吃午餐。两人用餐时，李旭没有摆出艺术家的架子，而是像朋友一样对待铃木。聊到感情问题时，李旭得知铃木和他喜欢的人互相表白，但没有正式确立关系，立刻变成情感顾问，热心助人。随后，铃木在公司整理文件时，接到了阿润的短信，让他周末去家里取螃蟹。铃木认为这是个绝佳机会，可以试试李旭教的技巧，便欣然同意了。周末到了，铃木用李旭教的方法，一一对阿润进行了测试，希望阿润能承认两人是情侣。没想到阿润的做法出人意料，铃木顿时没了底气。大家都说该快刀斩乱麻，铃木决定主动出击，直接问两人现在是什么关系。这时栗子突然来访，打断了铃木期待的答案。铃木担心栗子知道后会阻碍他们，于是藏了起来。但不久后，直爽的铃木还是被栗子找到了。阿润想要如实说明，但铃木担心这样贸然透露会让栗子更反感，撒谎说是因为爱吃螃蟹才找阿润。单纯的阿润真信了，觉得自己还不如螃蟹受到铃木的喜欢，心里顿时感到失落。旁边的栗子看着两人这样，深深叹了口气。第二天，铃木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向栗子坦诚自己喜欢阿润，并表示会努力工作，争取栗子的支持，希望他不会阻挠他们的交往。对此，栗子做出了回应：阿润的另一半我不关心，如果恋爱让你工作不利，那就早点别干了。铃木觉得栗子是瞧不起他，他硬是要证明能够工作爱情两兼顾。铃木刚发誓要好好工作，下一秒就栽了个跟头。上回铃木给李旭送采访服装，因没核实好造型师信息，错把衣服给了其他造型师。如果铃木今天找不回采访用的衣服，可能会失去工作。当铃木和梁太好不容易找到弄错衣服的造型队，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是竞争对手杂志社的，而那身衣服正穿在他们采访对象红叶身上。为防止自家造型登上对方杂志，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单纯的铃木直接上前，请求红叶换件裙子进行采访。面对铃木这突兀的要求，红叶马上叫人把他赶出去。眼看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突然栗子如同天使般出现，他马上送来了红叶一直想试穿的礼服，轻轻松松解决了危机。铃木看着栗子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心里十分愧疚。事后他郑重向栗子深深鞠躬道歉，栗子却没有原谅他，冷冷地留下一句话：我喜欢小姚，是因为他不像你这么随意自大。这件事过后，铃木决心要好好认真对待每件事。今天下班后，梁太发现铃木留下加班了，得知他连做图表都不行，担心他其他也不熟悉，就默默地陪他一起加班。后来铃木接到阿润的消息，约他在公司旁的长椅见面。铃木本打算全心工作，想要拒绝，但脑海中一直浮现阿润的笑容。最后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他，还是决定去见面。阿润担心耽误铃木的工作，便匆匆将准备好的便当交给他，然后快速离开。在离开前，阿润还给了铃木一个暖心的拥抱，这让疲惫的铃木立刻感觉焕发了。转换场景，梁太担心加班的铃木会饿，特地准备了宵夜给铃木，没料到一进门就发现他已经在吃阿润精心准备的便当，只好悄悄藏起宵夜，等铃木忙完所有事情，累得直接睡着了。旁边的梁太轻手轻脚给他盖上衣服。这一晚，梁太望着熟睡的铃木，感觉到心中的爱情之芽逐渐萌发。第二天，栗子翻看铃木制作的内刊，多数聚焦于他尖酸的作风，怒斥道：到底谁让你有胆做这事？就在栗子要爆发时，铃木觉得撤退是最佳选择。虽然栗子口头没批准铃木的计划，但他仍只是半田审核后直接交给宣传部制作内刊。显然，铃木这位职场新人正逐渐获得栗子的信任。紧接着，石岛要求栗子帮个忙，把原本答应给铃木的水族馆门票转给他。栗子误以为石岛要跟铃木出去，吓得脸色大变。在石岛结结巴巴解释时，他又误认为石岛邀请他，便拿出一堆借口，掩饰自己既想去又不好意思说。最终，水族馆的2张票成了这俩恋爱笨蛋的爱情助理，帮他们促成了首次约会。同时，铃木和梁太一起对李旭做采访。休息时，八卦的李旭拉着铃木问了问作战进展。铃木热情地把最近发生的事跟李旭抱怨了一番。此刻两人都不知道，将来他们会因为同一个男生头疼。而在另一头，同事发现阿润最近经常对着手机傻笑，追问他是不是恋爱了。阿润受不了同事的追问，
干脆承认自己正在和铃木恋爱。这下同事们的八卦欲全面爆发，询问了很多谈恋爱的小细节，如谁先表白，谁先确定关系。天然呆的阿任才发现，自己还没跟铃木正式确立恋人关系。然后他回忆起铃木以前约会时的种种暗示，好像顿悟了一样，马上骑上他的小摩托，直奔铃木所在的酒店认真表白。随后遇到了本集最激烈的场面。正当阿任要向铃木表白之时，旁边的李旭突然叫住了阿任。铃木正要把两人介绍一下，却被李旭告知他俩事儿时完办。这时铃木突然想起了之前听说的阿任的恋爱史，意识到阿任一直挂念的是李旭。看着阿任和李旭眼神交汇，铃木感觉自己心情一落千丈。今日继续分享励志职场小故事，恋爱随书附赠。上次讲到，阿任正准备向铃木表白，被李旭打断。铃木没想到这位善解人意的情感顾问李旭，竟是阿任挂念的青梅竹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三角关系，尴尬到只好找借口先走。然后铃木与栗子一同去参加派对，看到李旭是表演嘉宾，下意识就想逃。铃木看着台上自信满满的李旭，感到自卑难耐。他明白自己怎么也比不上这么优秀又好看的李旭。派对结束以后，铃木偶遇栗子爸爸和他的合作伙伴辛谷，铃木有礼貌地打了招呼，希望在未来公公面前留下好印象。与铃木的热烈相比，栗子显得有些疏远，简短寒暄后急忙离开。画面转换，阿任蹲在铃木家门前等他，追问为何最近总避开自己。铃木不知如何解释，对这复杂三角关系感到困扰，便找个理由打发阿任。阿任见状耍赖地坐地上撒娇，铃木担心邻居们八卦，不得已让他先入屋。阿任早把这里当成自家，一进门就去洗澡。铃木听着阿任的洗澡声，幻想着被他像小狼狗一样扑倒，却不料自己的花痴场面被他撞见，尴尬到想找个洞钻进去。吃饱喝足后，阿任秒变睡眠模式，片刻后便沉沉睡去。相较而言，满心忧虑的铃木整夜难眠。第二天，栗子在会议中获悉，旗下几本杂志已经被迫停刊，他不由得担心自己创立的杂志是否也会遭遇同样命运。此时，他接到了父亲生意伙伴辛谷的电话，对方表示要在他的杂志上投放广告，他的表情略显凝重。随后，同事小美邀请铃木一起参与新版面的规划，希望能获得栗子的同意。原本铃木以为栗子不会同意，没想到他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看到栗子反常的举动，铃木有点惊讶，好像栗子变了个人。然后铃木向石岛询问水族馆门票的事情，石岛把自己一番奇怪的操作和栗子去水族馆的经过告诉了铃木。铃木这才明白，栗子是因为恋爱才变得亲切。听到这个消息，石岛露出了个神秘微笑。晚上，栗子和新谷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打算买下杂志未来1年的广告位，还希望把杂志变成他们产品的专属广告刊。面对这种大合作，栗子更关心的是父亲是否有帮忙。新谷笑说，确实是你父亲提的意见，但我也考虑过利弊，最终决定跟你合作。铃木一回到家，就看见堆满了阿任的衣服和日用品，突然意识到阿任打算搬来住了。这时候门铃响起，一开门，原来是李旭带着蛋糕过来聊天。铃木不想让李旭知道自己要和阿任同居，就借口家里太乱让他别进来。李旭以为铃木家里有蟑螂，非要进来帮忙铃木打扫。这时铃木的目光又落在了阿任的衣物上，打算趁李旭不留神，迅速地把衣服藏起来。但李旭从摆在一起的牙刷里察觉到了情况，直截了当地问起铃木和阿任的恋情，同时表示非常支持他们在一起。两人聊天时，李旭得知铃木在意他跟阿任过去的感情，便主动向铃木坦白了他和阿任的往事。李旭的说明消除了铃木的尴尬感，但一想到李旭可能还喜欢阿任，铃木依然缺乏自信。一转眼已是周末，初次约会的栗子因为过于紧张，吃东西时竟然咬到了包装纸，逗得石岛大笑。随后不知道聊什么好的栗子开始跟石岛谈起工作，石岛马上打断了这个话题，提到自己和任姐离婚是因为生活总围绕工作转，他很久没约会，希望这次能享受。石岛仔细讲解各种鱼类的知识，栗子逐渐放松了。自从上次联谊后喜欢上阿任的小美，趁职务之便邀请阿任当今天的摄影师。阿任不经意间泄露了和铃木同居的事情，随后大方承认他们是情侣，这让一直期待确定关系的铃木非常兴奋。晚上正式确立关系的两人像新婚似的回了家。铃木坦诚这段时间的感受，感觉自己意乱情迷。看着吃醋的铃木，阿任忍不住抱了抱他，非常认真地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话让铃木感到无比安心。
甜蜜地回应了这个拥抱。场景切换，栗子问爸爸新股的广告是不是他搞定的，爸爸立刻承认了。刚坐下的阿润，遇到任何问题都要跟自己说，父亲希望用自己的能力给他们增光，这让想自立门户的两姐弟感到难受。栗子因父亲的言论感到沮丧，于是一个人去酒吧喝酒解愁，然后想起还没完成的工作，匆忙离开，但因连日来的疲劳，在石岛那儿晕倒了。在医院里，石岛告诉栗子新股的广告投资很充足，可能能让杂志社东山再起，这让栗子放心了许多。第二天，阿润帮栗子办理出院，恰好碰到来医院问诊的李旭，关心地问了问对方的情况。李旭说最近练太多了，得了职业病。阿润看出李旭不想多谈此事，就邀请他一起吃饭，希望能让他心情变好些。得知栗子住院，铃木总是心神不宁，觉得是自己忙着帮小美做企划，没能好好完成栗子的工作，才让他累到晕倒。梁太知道后，鼓励他如果担心就去看看栗子。在梁太的鼓励下，铃木回到了栗子助理的岗位，参与了和新谷的会谈。阔气的新谷表明了态度，自己能包下杂志所有版面，唯一的要求是接下来的内容要大肆宣传自己的产品。铃木认为这会损害杂志的声誉，不断打断谈话。此时栗子想到杂志可能停刊，制止了他，并同意了新谷提议的单独会谈。栗子离开前，铃木努力说服栗子，他认为杂志的存在是为让更多人接触时尚，因此应该坚持初心，满足那些翘首以待的读者。铃木目送栗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失落地坐在路边自责。就在此时，一阵熟悉的高跟鞋声响起，原来栗子在拒绝新谷的合作后，特地回来向铃木表示感谢。他让铃木明白，制作杂志首要满足的是读者的期望。铃木因为栗子的表扬心情超好，打算买蛋糕和阿润分享这份快乐。此时阿润和李旭正准备吃完饭回家，一直压抑的李旭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哭着向阿润透露了手上的伤势，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小提琴生涯。说完，李旭冲进了阿润怀里寻求安慰。阿润懂得小提琴对李旭的意义，仅仅回报了他。这一幕恰好被要回家的铃木目击。失落的铃木一回到公司，就把最近的事全告诉了小姚。小姚柔声的安抚哭泣的铃木。这时加班的梁太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非常心疼。之后梁太碰到阿润在公司附近闲逛，严肃地对他说，有女友应该避嫌，如果你再不留意，我将不会客气了。阿润心里只想着李旭的受伤，没心思深想梁太的话意，默默地走了。梁太望着他冷淡的背影，更觉得对铃木的爱苦涩，于是他回公司兑现承诺，决定以男友身份保护铃木。被梁太突然告白，铃木下意识睁大了眼，面对突然的表白，铃木慌乱地站在那里。第二天，铃木得知家人安全到达东京，非常高兴，但回到公司，看到昨晚刚刚告白的梁太，感到十分尴尬，只好强自镇定，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梦。同时，栗子从石岛那里知道要解决发行危机，第3期的杂志销量至关重要，他一秒也不休息，刚结束广告商的会议，就接着急忙带着铃木去见其他广告商。看到这样，铃木建议让档次较高的宝来纸业在杂志上做广告。栗子虽然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这给他带来了灵感，想到了新方案。他计划与一家开发新型化妆水的公司合作，尽管这只是一家有200名员工的本土小公司，但栗子露出了那熟悉的恶魔般微笑。铃木秒懂这笑代表要发财了，兴奋地答应了一同前往公司的提议。回家的铃木看见妈妈带回的土特产，又激动又兴奋。一旁的爸爸在家发现了2把牙刷和一件男士内衣，偷偷地问妈妈女儿是不是恋爱了。妈妈误以为铃木和青梅竹马小健的关系有新进展，含蓄地向女儿暗示，让她开始准备婚事。正这时，阿润出现了。铃木不愿这么快让阿润见家长，于是把他带到楼下私下说话。阿润得知铃木这阵子没联系，是因之前他看到阿润和李旭抱在一起，赶快澄清那只是朋友之间的安慰。铃木指责阿润既然有女友就不该对别人那么好，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跑开了。阿润正要追，却被林妈拦住了。原以为女儿在跟小健谈恋爱，误把对方当成花心小白脸，直接把人家赶出门。第二天上班时，梁太提出带铃木去外地采访，铃木因不想单独相处，就借帮栗子的忙为由拒绝了。这时候，之前无意听到杂志要停刊的半田建议大家一起出去玩，好增加一些美好的回忆，大家都在响应。与此同时，阿润工作时，李旭找到了他，因先前失控向阿润道了歉，还希望阿润能陪他后天去听报告。阿润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看着这么温柔的阿润，李旭犹豫了，他仍旧喜欢阿润，但阿润现在和铃木在一起了，
为了保护两人关系，他提醒阿润说，对每个人都很温柔，换句话说，就是对每个人都不温柔。这话让阿润开始深思。同时，铃木一家找到了小健的家，恰好看到他和一个短发女士在一起。气愤的铃木一家毫不留情地狠批小健脚踏两条船。3人之后返回了住所，小新告诉铃木这事，铃木误以为是阿润和李旭的事，只好勉强笑一笑。一转眼就到了和化妆水公司谈合作的日子。在等栗子时，铃木碰到了其他同事来这聚会，闲聊中，半田听铃木说栗子对项目很有信心，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这时，铃木接到栗子的电话，他说正在挑选礼物，只好自己去找客户。然后铃木又接了栗子的电话，要他想办法让社长在那儿多待会儿。没办法，铃木只好给社长讲故事消磨时间。社长察觉铃木在拖时间，随后给了他感人的命令。正当铃木垂头丧气离开公司时，栗子如同救星般出现。2人一道返回社长办公室商讨后续合作。社长担忧产品可能无法与高端市场其他杂志竞争，拒绝合作后，栗子坚决辩解，他觉得只有结合公司的研发和杂志的推广，才能让他们的品牌媲美大牌。随后他展示了一份有高端品牌合作的承诺书，解释自己迟到是为了谈下这份合作，这是他为老板准备的惊喜。画面转换，林爸偶然遇见了阿润，认出他就是之前被林妈摔走的好心人，把他接到家里。大家一聊才发现阿润是铃木的真正男友。得知铃木不在家时，阿润自告奋勇做了向导，带他们去东京塔打卡。面对这位既帅又细心的阿润，全家人都称赞不停，好感大涨。这时铃木正好到了同事聚会的地方，当梁太想陪铃木买饮料时，铃木为了避免告白后的尴尬，决定帮小瑶一把，给他制造和梁太独处的机会。小瑶察觉了铃木的想法，把那晚见到梁太表白的事告诉了铃木，还提醒铃木要搞清楚自己的心意，如果真的喜欢梁太，就别在意他的感受，否则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听完后，铃木陷入沉思。聚会结束，众人准备离开，铃木发现阿润给的手链不见了，决意留下继续寻找。梁太也选择留下，两人找了一整天也空手而归，眼看就要错过最后一班车，他急忙带着梁太往公交站跑去。最后两人因错过末班车，只能找旅馆过夜。两人费劲才找到一家旅馆，结果被告知只剩1间房。梁太绅士地把房间让给铃木，自己则把行李放在他那儿，继续寻找下一家旅店。梁太即将离开时，铃木打算给出明确回应，但梁太让他第2天再说。此时远在东京的阿润正与铃木家人在中餐厅吃饭，他们对阿润越来越满意，纷纷赞扬他温和体贴。听到这些，阿润不由得感慨，对所有人都这么好，最终可能会伤害到谁吧。林妈听懂了那句叹息背后的真意，温柔地安慰阿润说，铃木肯定也是看中了你对每个人都一样温柔，所以才深深地被吸引。得到这样的答复，阿润在和铃木家人告别后感觉轻松了不少。他特意赶到铃木公司下，却被小美告诉因错过末班车，铃木和梁太已在外地的旅馆住宿。阿润想起那天梁太特别跟他说要向铃木告白，感到紧张，马上骑摩托去找铃木。睡前铃木看到小美的消息，阿润已经知道了他和梁太因为错过末班车而留宿外面的事，担心阿润会在意，但想到自己也曾和李旭单独相处，一气之下就任凭误解发生。正巧林妈打来电话，向铃木说明了把小健错认为男友的事。得知他们最近有些不和，经验丰富的林妈劝铃木只需坦诚表达自己的真心，无悔就行。电话一挂，铃木忽然意识到一直都是阿润在表达情感，而自己似乎从未真正向阿润敞开心扉。于是他急忙联系阿润，阿润在赶来的路上接不上电话。同时梁太没找其他旅馆，选择回聚会的帮铃木找手链。第2天早晨，栗子接到电话，化妆水公司答应合作了，而铃木因为阿润整晚没接电话，无精打采的在旅馆门口等梁太。正当他被经过的小男孩的叫声吸引时，看到阿润意外的出现在他眼前。原来阿润在骑车时为躲开突然冲出的小狗，不慎摔了个跟头，结果意外的被小狗领到了铃木所在的旅馆。面对着铃木，阿润真情流露。这次铃木不只是静静听着，他也向阿润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想拥有你的一切，专心看着我。话音刚落，两人紧紧拥抱。旁边的梁太看到这一幕，悄悄放下了整夜苦寻的手链，提起行李默默离开，向彼此袒露了心迹。两人的关系显著的变近了。之后一直未如意的阿润回到金泽的家中，向母亲透露自己谈恋爱了，并计划继承家族企业。母亲得知此事后
以为阿任会带女友一起回家发展呢，想见一见这个让阿任定下心来的姑娘。阿任带女友回老家的事儿有点虚，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时候在杂志社，大家都忙着和化妆水公司合作呢。同事小美邀请铃木写关于化妆水公司老板的文章，铃木高兴坏了。回家后，铃木兴奋地和阿任分享这个好消息。看到阿任带回的金泽茶叶后，铃木贴心地泡了2人的茶。想到自己和阿任虽是异地人，却能在东京相爱，觉得非常奇妙。阿任听后就邀请铃木发售后约会，铃木兴奋地答应了。铃木正忙着泡茶时，阿任随手翻了本书，书里突掉出的纸条让阿任出了神。第2天上班，铃木正忙着记录栗子交给他的任务，这时石岛向栗子透露，有八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栗子滥用职权压迫下属。这篇报道是捏造的，不只让栗子面临舆论风波，还可能导致化妆水公司考虑撤销合作。为防止合作告吹，栗子和石岛赶紧去化妆水公司向机编社长说明情况。果不其然，机编社长向栗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决定在查清真相之前暂停计划。杂志社的员工得知这事后，都感到非常失望。这时，小美怀疑公司有内鬼出卖了栗子，一时之间，大家开始互相怀疑。资深职场人半田认为，这是对手的阴谋，目的就是为了击败他们。如果我们现在不齐心协力，只忙内斗，就正中了竞争对手的下怀。小美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当之处，向大家道歉。另一头，阿任正在和同事眼镜告别。眼镜虽然难过，但得知铃木还蒙在鼓里后，责怪阿任应该先告诉铃木才对。阿任之所以还没告诉铃木，是因为他担心一旦说出来之后，好像逼着铃木德在工作和个人之间做选择。眼镜觉得不吐不快，不说出来就等于剥夺了铃木选择的机会。虽说如此，阿任还是觉得难以对铃木说出口。下班时，铃木偶遇梁太，感谢他找回了手链，但同时婉拒了梁太之前的表白。心碎的梁太想假装那次表白只是开玩笑，但伪装没有成功，让铃木别太放心上。旁边的小瑶偷听了他们的谈话，铃木一走，他就过来求梁太推荐几部主角被甩蛋最后找到真爱的俗套电影。梁太虽然有点迷糊，但还是乐意帮小瑶找找。这时，铃木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巧遇到突然骑自行车来的阿任，他一口一个小铃木的叫着，还想拉他去拍大头贴。感到迷惑不解，阿任随便编了个理由应付了，邀请铃木来试驾他的新车。铃木正色拒绝了，因为路上骑车带人会被罚款。无奈，阿任只好建议各回家后电话聊天。此时铃木更加困惑，为啥非得回家打电话，不能现在说？一回到家，铃木刚关门，电话就响了。为了这通电话聊得投入，阿任问起铃木近期的工作情况，得知他特别喜欢这家杂志社，不愿意看着他停刊，对此表示非常理解。当铃木听阿任说杂志社对他很重要时，稍显恍惚，似乎有了应对危机的点子。第2天一大早，铃木带着半田去找机编社长，希望解释关于栗子报道的事，但还是没能赢得机编社长的信任。这时，栗子突然现身，他觉得铃木不应该擅自处理这事。铃木认为自己是当事人，有权把事情澄清。2人在机编社长面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经过这次辩论，机编社长终于意识到，那些关于栗子滥权压迫下属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了事实，这是他们2人处理工作的典型方式。于是决定重新启动合作计划。栗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2人的争吵全是铃木故意挑起的，因为这样才能展示出栗子的真实面目。这种方式比解释更有说服力。合作计划一旦重启，杂志社员工都重燃了希望。而小美那边突然接到消息，常用的摄影师无法前来。铃木在梁太的提示下，想到可以请阿任出手，于是阿任成了新一期杂志的摄影师。看到工作中发光的阿任，铃木简直变成了迷妹。由于阿任完美收官自己的最后一次拍摄，眼镜感动得流下了泪水。拍摄结束时，阿任正式向栗子介绍铃木是自己的女朋友，这让铃木感动不已。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大家仍旧好奇谁是泄露杂志社秘密的内鬼。这时，半田不小心把钱包里的单据撒了一地，梁太反应敏捷，注意到混在里面的是那家散播假新闻杂志社社长的名片。半田这时才明白，告密者竟是他本人。阿任这边，因为答应和李旭一起去听检查报告，但没去成，特地打电话向李旭道歉，并顺便询问了手伤情况。李旭为了不让阿任担心，谎称自己只是得了普通的腱鞘炎。实际上，李旭手上的病被诊断为严重的局部性肌张力障碍，从此他无法再接触小提琴。几日后，第3期的杂志即将发售。同一天，出版社还有一个董事会会议，大家既在紧张地关注杂志销量，
也担心董事会会做出何种决定。网红和博主们纷纷为这次的化妆水打 call， 此举让化妆水和杂志销量达到新的高峰。这个好消息让大家欣喜若狂，但好景不长，仅持续了3秒钟。半田严肃地告诉大家，董事会决定停刊。铃木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人事变动，却主动提出要继续当栗子的助理。他希望在栗子带领下和大家一起继续创新，并且想成为像栗子那样的人。栗子对铃木说：“你应该向往的不是我，而是这份工作本身。”说完，栗子就转身离开了，留铃木一个人在那儿思考这话的意义。第二天，阿润带着郁闷的铃木去游乐场玩，俩人共戴一条围巾，肩并肩散步。虽然有点滑稽，但场面格外温馨。接着，铃木在阿润口袋里摸到一张纸条，好奇的他展开纸条，发现这是自己初中列的谈恋爱要完成的10件事。铃木顿时明白，阿润近日的奇怪行为全是为了实现纸条上的愿望。想到阿润这么用心待自己，铃木的心里甜蜜极了。而栗子为了员工们的利益，特地见了即将收购他们公司，同时也是竞争对手的马美。聊天时，栗子得知此次与化妆水合作让他的杂志名声鹊起，马美接手后也会继续出版，但受职场霸凌报道影响，他无法再担任主编。对栗子来说，他已经实现了创建这本杂志的初衷，保持了读者对时尚的热情，可以放心把员工和杂志交给马美。这时正在收拾东西的半田听到杂志不会停刊，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员工。得知此事的铃木兴奋不已，和阿润一起标记了纸条上的剩余内容。夜幕降临，没滑过冰的铃木在阿润带领下，两人在冰上盘山舞，不料一起摔成一团，笑作一团。阿润神秘地掏出一朵小黄花，对铃木深情告白并亲吻了他。接吻后，阿润抓住机会提议：“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妻子，我要继承家业回金泽，你愿意与我同行吗？”铃木听到求婚，马上就同意了。阿润高兴地跳了起来。第二天，铃木照常给栗子准备咖啡，但栗子不见了。就在这时，半田向众人透露，因为老东家被收购，马美将接替栗子成为新的主编，杂志将从推荐小众品牌转为专注高端品牌。马美离开后，大家难以接受这变化，纷纷向半田询问栗子的去向。通常消息灵通的半田此时也语塞了。后来半田提交辞职信时，恰好被铃木看到，原来半田觉得是自己泄露了职场欺压的事情，导致栗子辞职。心虚的他无法在杂志社继续工作，尽管铃木费力挽留，半田还是离开了。尽管如此，生活要继续，大家很快就投入新一期杂志的筹备。这时，一度只想混日子的铃木已成为职场中的佼佼者，赢得了同事们的赞赏。正当铃木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时，他回想起阿润的求婚，不由得有点出神。如果跟阿润回老家，是不是意味着得辞职？第二天，阿润给铃木打了电话，说他一家想约铃木在东京一个餐厅吃饭。铃木想，一家人聚餐或许能见到栗子，便把栗子辞职消失的事告诉了阿润，同时问他能否联系到栗子。铃木知道栗子向来做事先斩后奏，阿润也联系不上他，只好放弃。挂了电话后，铃木遇上了石岛，马上问起了栗子的去向，可石岛已答应帮栗子保密。随后，铃木在和石岛聊天时，知道了2个秘密。第一个是杂志社被并购之后，原来担任主编助理的铃木即将被解雇，然而栗子以培养新人的理由，向上级申请保留了铃木的工作。二是石岛被栗子单方面结束了这场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恋情。后来阿润在超市买东西时偶遇李旭，两人聊了聊近况。当李旭知道阿润快要和铃木结婚了，突然透露自己的手受伤了，问阿润能否在婚前陪他去做手术。这次阿润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回家征求铃木的意见。虽然铃木心里非常不情愿，虽然口头答应让阿润陪李旭手术。第二天，铃木照常工作时，偶然发现了栗子的印章，于是找到同在备用品部的栗子。铃木请栗子回杂志社工作，却被栗子决绝拒绝。原来栗子曾为阻止杂志社被买断，才勉强接受了主编职务。既然最终未能避免这一命运，他觉得自己无法再留下，所以他特意转到这个部门。谈话一结束，身为未来小嫂子的铃木向栗子透露，他接受了阿润的求婚，同时纠结于是否该辞职。栗子听后轻轻反问，你知道我为何想让你留在编辑部吗？话毕，栗子转身离开，只留铃木独自思索这话的意义。场景一变，马美开了个选题会议，每个员工的提案都偏好栗子的风格，而不是马美想要的高端品牌专题。虽然员工认为杂志靠内容赢，马美却认为卖不出去的杂志迟早停刊，他希望大家改变思路。后来马美在跟客户新谷谈合作时得知，那篇关于栗子的报道是他安排写的，
目的是为推翻栗子的主编位置，以支持愿意合作的新人上位。意料之外，马美对此行径十分鄙视，直接把水泼在新谷头上，扬长而去，为栗子出了一口气。在杂志社这边，得知栗子调到备用品管理部之后，众人发起了营救栗子大行动。铃木了解栗子最深，引领众人展开了首轮强攻，想通过跪地求情让栗子回心转意，未料却功败垂成。紧接着，他们拉上了半田，上演了一个劝说对方留下的戏码，想要感动栗子。没想到半田突然失灵，忙着接马美的电话，导致大家错过了演出好时机。挂掉电话后，半田通报自己洗清了冤屈，结果遭到众人的白眼。计划告吹后，大家只好回到平常的工作中。这时候，阿润的妈妈出于对铃木的好奇，提前去找了铃木。借此机会，铃木询问了栗子周末是否会来。阿润的妈妈也摸不着头脑，就把栗子和他爸爸的事告诉了铃木。12年前，栗子不听父亲的劝阻，独自去巴黎学习时尚相关的课程，想让栗子接手家业的爸爸觉得栗子在浪费光阴，因此父女俩关系很紧张，直到今天还在冷战。眼看就要聚餐了，铃木特意通知栗子聚餐地点，但他还是没出现。吃饭时得知铃木是栗子的员工，阿润的爸爸说可以帮忙简化栗子的辞职流程，好让铃木早日退职回金泽结婚生子。阿润一见情势，赶忙换个话题，向父亲透露栗子辞职了。听到这消息，父亲无法理解栗子为何拒绝新谷的投资。这时候，铃木拿出内刊和已出版的杂志给阿润父亲看，一页页展示栗子的报道和他的作品。父亲好像首次真正认识了女儿。这时栗子出现，对父亲说，自己一直梦想就是制作一本能让人微笑的杂志，对不起，没能实现爸爸的梦想。没想到一贯严格的父亲向栗子道歉，因为他低看了栗子梦想的意义。12年的隔阂在这一刻终于消融。栗子即将离开时，铃木又一次请求他回到杂志社，因为跟栗子共事的日子让他发现这工作成了自己的梦想，他想持续和栗子一起把杂志办好。他们的对话恰好被阿润听见了，这让阿润开始怀疑把铃木带回金泽的决定是否合适。第二天，他们坐在首次见面的长椅上，回忆起当初的情景。突然，阿润掏出一枚戒指，套在铃木手上，再次确认铃木是否会改变决定。铃木沉默不语，阿润也没再问，邀他晚上一起去看星星。阿润离开后，在面馆遇到也来吃面的梁太，两人一起吃面的时候，梁太听到阿润向铃木求婚了，不由自主地跟他说了铃木越来越适应公司的事，希望他不要因婚姻限制铃木追梦。阿润坚定地说不会阻止铃木，让梁太有点意外，看来自己做替补的日子该结束了。此时李旭因铃木同意阿润陪他手术，特意来找铃木表达谢意。两人聊着近况时，李旭知道铃木在选择梦想和婚姻间徘徊不决，就主动提到阿润因继承集团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他觉得铃木如果也牺牲梦想，会让阿润难过，希望铃木坦诚地和阿润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晚上，铃木和阿润一起在天台看星星，铃木哽咽着告诉阿润自己没法辞职去金泽。阿润听后并不意外，反过来却十分理解并支持铃木。此时虽然他们依然深爱彼此，还是不得不说再见。失落的铃木回到初遇阿润的地点，重温与阿润的一幕幕，心痛不已。就在此刻，原本决定离开的梁太意外现身。分手后的铃木陷入了爱情的伤痛，不止眼泪哭得红肿，连上班也提不起劲，拍戏时甚至开始出现幻觉，误将现场员工认作阿润，闹出笑话。小美不停地向人家道歉，见铃木神情恍惚，小瑶递过手帕，这让铃木回忆起了分手的情景。梁太了解情况后安慰他，既然放弃了那么重要的事，你得去实现你的梦想。想到这儿，铃木开始调整心态，努力工作。在杂志社这边，自从马美成为主编，已经有3个品牌终止广告合作。马美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错，于是向石岛递交了辞呈，建议找回栗子，他最适合这份杂志。马美建议后，石岛去找栗子，希望他能回来掌管杂志。栗子觉得自己有责任导致杂志停刊和被收购，所以拒绝了石岛。因为缺少主编，高层决定让副主编半田暂时顶替。得知此事，员工们都担忧地看着半田，害怕什么就来什么。半田刚当上主编，杂志社就碰上麻烦了。最近他们为女星泽沙音的女儿邹田秘密拍摄的首发大片意外泄露，得知筹划许久的惊喜首映泡汤，泽沙音一方气愤终止了合作。杂志快要出版了，没了主意的他们只能请栗子帮忙。栗子表面不甩，装作不关心，临走却留下这么一句话：照片泄露真的那么糟吗？这话深深刻在铃木心里，
半田刚当上领导就遇错，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好心情。下班后，他请同事们庆祝晋升。同事为了让阿润和铃木和好，故意叫上阿润，让两人超级尴尬。阿润担心铃木会不自在，简单交代工作后就匆匆离开。铃木沮丧地回了家，然后接了妈妈的电话。妈妈说给他和阿润寄了特产。铃木坦白他和阿润分手了，决定以后要努力工作。林妈很惊讶，但没有多问，只安慰铃木无论怎样选择，或与谁相伴，关键是要生活得好，父母全力支持。有了家人的支撑，铃木调整好心态，全力追逐梦想。次日，铃木和临时帮忙的马美为泄密向邹田道歉，没想到邹田不在意这个小意外，反帮他乐队免费打了广告，原本滞销的票一抢而空。邹田打算努力让妈妈同意重拍封面，虽然能重拍，但因为照片泄露，邹田的首秀没啥惊喜了。这时铃木回想起栗子的建议，可以借照片泄露制造新的热点宣传杂志，具体什么话题得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最终布置确定了邹田的新妆容风格。铃木和小瑶还在梁太帮助下让摄影师重新拍摄。快下班时，小瑶和铃木特意感谢了梁太，看着两人开玩笑相处愉快，小瑶突然想到或许该更主动一些，于是小瑶果断向梁太展开了攻势。梁太不但没排斥，反而惊讶地赞赏小瑶的撩人技巧。听了这话，两人羞涩地对视笑了笑。第二天，栗子发现自己座位上莫名其妙放着一份杂志初稿，他把稿件原样退回去。他明白这是大家希望他回来的小策略。他再次坚决地说自己和杂志社已无瓜葛，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铃木看到这情况，急忙追了上去。这是铃木第一次尝试编辑一个版面，他希望栗子能给点建议，把杂志塞回他手里。栗子拿着杂志刚要走，恰好遇到了石岛，他即将离任副社长职位，借此机会对栗子说，有时候要学会分担责任，而不是独自应对。再说，没人能永远完美和坚强，偶尔依靠他人也是可以的。他很愿意成为那个人。栗子还没来得及理清这番话，石岛走了。栗子回办公室，想起铃木的话，翻开了杂志，一页页精彩的内容映入眼帘。他重温了儿时第一次翻阅杂志的兴奋，同时想起了当初无视父亲反对，坚决去巴黎追求时尚梦想的情景，不由得泪水滑落。这时候，栗子决心不再哭泣。隔天一大早，时尚界的精灵栗子又现身杂志社了。他决心和团队一起打造更多启迪梦想的期刊。大家纷纷鼓掌欢迎栗子的归来，进一步点燃了团队的工作热情。杂志社再次变得忙碌非常。新一期的杂志，大家全神贯注等待中，终于校对完成。正当所有人兴奋地欢呼，铃木突然接到眼镜打来的电话，约他明天见面。眼镜把铃木带到一座仓库，里头堆满了阿润多年的摄影作品。看完这些感人的照片后，他们都不愿阿润放弃对摄影的热爱。同时，阿润正在陪李旭办理出院手续。李旭对阿润说，尽管他的手可能无法再进行专业表演，他一点也不后悔曾为梦想奋斗。因此，他希望阿润可以更任性一些，不必总是顾及他人，勇敢追梦和寻找真爱。看到呆呆的阿润，李旭装作老大姐模样，鼓励他向前冲。阿润离开医院后，接到眼镜的电话，意外电话那头是铃木。铃木请阿润明天扮她男友，阿润二话没说，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两人在约定地点见面了。铃木想带阿润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但阿润没多说，就拉着他去了商场。他们像普通情侣那样逛街吃饭，一边回忆以前共度的美好时光。终于，铃木记起了这次出行的目的。他领阿润到了一个存放摄影作品的仓库，然后铃木引用阿润以前关于梦想的话来鼓励他。可能人们之所以坚持梦想，哪怕路途再艰难，也是为了将来能开心大笑吧。如果因为放弃梦想你会失去笑容，那就请坚持下去，因为我爱看你笑。阿润看着这个总是笑着的女孩，陷入了沉思。第二天，他向父亲坦白了自己不想继承公司，而是想要继续摄影。这时候，栗子突然出现，一起帮阿润说服他的爸爸。此刻的爸爸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顽固，反对他们的梦想，反而他对姐弟俩不畏艰难的勇气感到安慰。不久，杂志社开始步入正轨，栗子向石岛提交了辞职信，同时他告诉石岛，希望未来能依靠他。话音刚落，两人害羞地对视良久。栗子回到办公室整理东西，铃木特意来送行，回忆与铃木共事的日子。栗子认真地对铃木说了谢谢，还帮忙跟铃木提了一嘴，告诉他阿润打算离开日本，去柬埔寨学习摄影。铃木正打算去找阿润，谁料下一秒，阿润就出现在杂志社。阿润想在赴柬埔寨前
告诉铃木是他让他鼓起勇气，不再逃避追梦，希望铃木能等他回来。面对阿润的深情款款，铃木答应会一直等他。最后，两人互相紧抱，作为承诺。3年后，小美成了杂志社的新主编，铃木辞职，去了栗子的工作地点，再次做他的助理。阿润在柬埔寨的3年，鲜少与铃木联络。这天，铃木下班回家，在妹妹发的视频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海报，他急忙跑到了视频拍摄的地方，确认那张海报正是阿润的作品。突然，铃木冲向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长椅，幻想着能再遇见阿润，没想到幻想成真，阿润竟然出现在这里。他原本想给铃木一个惊喜，却被铃木提前发现了。3年未见，两人相见倾诉思念，深情接吻。在终极一集里，阿润最后放弃勉强自己接管家族企业，而是继续追求自己喜爱的摄影。铃木也从职场新人逐渐成长为精英，同时收获了事业和爱情的成功。你们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吗？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你们的支持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